听到萧长坤这么说，叶晨便猜出他应该已经知道了韩美琴要嫁给贺远江的事情，于是叶晨便开口道：“爸，我正好离得不远，现在就过去，咱们门口见吧。”萧长坤哽咽道：“好，那我就不开车了，去门口等你。”“好，女婿，你快点啊。”“好。”叶晨答应下来，但挂了电话还是故意慢了几分钟，毕竟贺远江前脚刚走，而且也是去老年大学接韩美琴，自己要是现在过去，说不定4个人在校门口遇个正着，到时候更尴尬。叶晨是不怕尴尬的，他是怕老丈人更受刺激，故意拖了点时间之后，叶晨才开车前往老年大学。而就在他往老年大学去的时候，韩美琴正在老年大学门口的路边等着贺远江。萧长坤此时也失魂落魄地出了老年大学，但远远看着韩美琴站在路边，他便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。此刻的他心里已经极度缺乏自信，其实他一直都有这个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跟贺远江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贺远江是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人家学历高，见识广，不仅当年在金融领域颇有建树，现在到金陵当教授，社会地位也很高。而且贺远江其人，个子比自己高，身材比自己好，长得比自己帅，连口才都比自己强出不知多少。英语、韩语、西班牙语那是张口就来，关键人家还多才多艺，会跳舞，会乐器，他妈的唱歌都比一般人好听，自己在他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。所以萧长坤之前在贺远江面前只能靠一件事找回自信，那就是韩美琴爱的是自己，不是他贺远江。有时候他甚至会为此沾沾自喜，觉得你贺远江再比我强，比我优秀又怎么样？你喜欢的女人就是不喜欢你，反而喜欢了我30多年。感情这种事情就是这么没道理。可现在呢，唯一的一点点挽回颜面的优势也荡然无存，甚至反倒是被对方夺走，成了对方的优势，这就让他心里更是自卑至极。所以远远看到韩美琴在等贺远江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转过脸去，找到一棵粗壮的法国梧桐树下，借着树干挡住了自己的脸。很快，贺远江开着他那辆国产新能源车来到了路边，萧长坤藏在树后面，鬼鬼祟祟地露出一只眼睛，远远打量，嘴里不禁喃喃自语：妈的，开这么破的车还好意思出来，关键连个玻璃膜都不贴，姓贺的你就这么有自信？换作是我，开这车头都抬不起来。低声抱怨的时候，韩美琴已经一脸笑脸如花地坐进了贺远江的副驾驶。接着让萧长坤崩溃的一幕发生了，韩美琴与贺远江竟然不由自主地向对方靠近，然后隔着车的扶手箱拥吻起来。其实两位中老年情侣平时也都比较含蓄，在一起之后几乎没有在外面这么亲热过，但今天情况确实不一样，因为从现在起他们就要真正开始筹备两人的婚礼了，这对他们两人的感情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而且韩美琴的内心对贺远江的一系列做法是非常感动的。回国之后，韩美琴在老年大学接触了很多中老年人，也看过一些中老年人恋爱。在她看来，国内的中老年人恋爱几乎是不结婚的，更多是各自把各自的条件罗列出来，双方像商业合作谈判一样，友好的协商一下，如果可以，直接成为伴侣。但为了自己以及儿女的面子，极少会选择结婚以及举行婚礼。而美国那边的情况也比较特殊，西方人对婚姻多数更加谨慎，很多人在一起很多年，孩子都生了几个，但依旧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在一起并且有了共同的孩子，并且共同抚养，并不代表一定会结婚。不少人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，两人的孩子都已经好几个了。正是因为这种环境，西方的老人谈恋爱也往往只是谈恋爱，最多发展到同居状态，结婚的也少之又少。但贺远江却像个热恋小伙子一样，邀请他去旅行，并且瞒着他在海边筹备求婚仪式，拿出戒指跪地求婚。这些行为让韩美琴感动的同时，
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现在，贺远江又将两人的婚礼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并且定下了婚礼日期，就在1周之后。这更让他欣喜不已。拥吻也是两人此时心情的最佳写照。只是这样的发自肺腑，哭了远远偷看的萧长坤，让他的心情更加崩溃。两人拥吻数秒之后，脸上均洋溢着幸福且灿烂的笑容。随后，贺远江便兴高采烈地开车离开。萧长坤见那辆车消失在转角处，内心崩溃绝望，背靠着梧桐树一路滑坐在了地上，眼泪更是决了堤一般流个不停。愤恨的他甚至还下意识地朝着地面猛砸了几拳，也幸好是泥土地，否则手指头必然要受伤。这时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萧副会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上了？你女婿来接您了吗？低头流泪的萧长坤一抬头，见又是那个没眼力见的混蛋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赶紧擦了2把眼泪，摆手说道：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。那人忙得又问：那你女婿呢？怎么还没到啊？萧长坤道：已经往这边来了。正说着，叶晨已经开车到了老年大学门口，在门口路边没见到萧长坤，他便直接打了一把方向，将车开进了老年大学的院子。当车刚好经过那棵梧桐树的时候，叶晨看到了颓然在地上坐着的老丈人，于是连忙一脚刹车将车停住，推开车门就走了过去。见他满脸泪痕，表情比被马兰暴打一顿还难看，叶晨便关切地问：爸，您没事吧？怎么坐这儿了？叶晨明知故问，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表现更加真实。萧长坤看到叶晨，心里的委屈瞬间找到了宣泄口，不受控制的便立刻转化成眼泪，霎时间夺眶而出。而萧长坤还没说话，那个热心的学员就连忙对叶晨说道：你就是萧副会长的女婿吧？萧副会长这会儿不知道怎么了，光是我看见的就哭了2茬了，我估计是身体不舒服，你赶紧带萧副会长去医院看看吧。叶晨故作惊讶地问道：爸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哭了？哪不舒服啊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萧长坤郁闷地剜了那人一眼，嘴里咬着牙道：赵旭斌，我谢谢你啊。那人没听出萧长坤说的是反话，还一脸腼腆地说道：萧副会长瞧您说的，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？要不我也陪您去医院看看吧，帮您挂个号什么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萧长坤觉得这人就像个瘟神，连忙说道：我女婿陪我就行了，不劳烦你了。说着连忙伸出胳膊对叶晨说道：好女婿，你搭我一把，我起不来了。叶晨伸手将他搀扶起来，向那个赵旭斌道了谢之后，便搀扶着萧长坤坐进副驾驶。萧长坤这才发现，叶晨开的竟然也是一辆劳斯莱斯，而且还是更贵的劳斯莱斯幻影。于是他惊讶地问道：好女婿，你这辆车是哪来的？这辆车是叶晨离开紫金山庄的时候，贤姐给叶晨安排的。叶晨开着它回了汤臣一品，所以今天便也开了出来。于是叶晨便对他说道：车是我一个客户借我的，你不是找我有急事吗？我就把他车开过来了。说着叶晨又道：爸，你可真行，都哭成这样了还关心车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那朋友说你都哭2茬了。萧长坤一听这话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那个赵旭斌50好几的人了，还他妈没个雕眼力劲儿，活他妈是个臭傻逼，越是烦他越是在跟前叨逼叨叨逼叨，真他妈欠骂。叶晨问他：爸，你到底烦什么啊？萧长坤脸上瞬间又变得颓然无比，长叹一声，哽咽道：叶晨啊，你韩阿姨她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叶晨好奇地问：跟贺教授？对。萧长坤咬牙骂道：就是姓贺的那个王八蛋。叶晨耸了耸肩膀，无奈地说道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谁管得了？再说人家本来就在一起了，结婚也很正常吧。萧长坤气恼地反问道：他凭什么？你韩阿姨这30多年来爱的明明是我。叶晨点点头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
可你这30多年来，娶的明明是妈。萧长坤仿佛被踩了尾巴，悻悻道：我当年那是酒后乱。呸呸呸，我那是酒后被马兰给强奸了。叶晨反问：爸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30多年前的事，你就是说出花来，也不耽误人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爸，人活着一定要往前看。韩阿姨30多年前爱你，不代表现在就一定还要爱你。爱谁是人家自己的自由，你也不能强求啊。萧长坤脸红脖子粗的争辩道：你韩阿姨刚回国的时候，你也跟我一起去接她了，你看不出她对我有旧情？叶晨点点头，看得出来。说完，他语气一变，挑眉道：但那也是过去式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有个段子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，说的是一个人每天出门都会给门口的乞丐5块钱，时间久了，乞丐就觉得他每天给自己5块钱是天经地义。有一天，那人没给他钱就要走，他还气冲冲地上去拦住对方，质问为什么不给他钱了。男人只好说：我把钱拿来给我的太太买礼物了。结果那个乞丐很生气，又质问他道：你给你老婆买礼物，凭什么用我的钱？话说至此，叶晨微微一顿，又道：所以你看，韩阿姨爱了你30多年，但那也是她的事，她的爱可以给你，但不是一定要给你。有一天她决定要给别人的时候，你是无权进行任何干涉的，甚至连质问的权利都没有。萧长坤感觉受到了羞辱，气恼地问：叶晨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配不上韩美晴？叶晨一只手开车，另一只手抬起来摆了摆，淡淡道：没有没有，爸，我说句实话，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你配不配得上韩阿姨这件事，毕竟韩阿姨马上就要嫁给贺教授了，你就算再配得上她，她不选择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萧长坤忙问：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趁着他俩婚礼还没办，赶紧再争取挽回一下？叶晨无奈脱口道：都这时候了，还挽回什么啊挽回？你现在要考虑的是，万一妈知道韩阿姨要结婚的事情怎么办？据我所知，韩阿姨回国的事情，你可一直没跟妈说起过。现在韩阿姨结婚的消息要是传到她耳朵里，以她的性格，肯定要弄清楚韩阿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回来做什么。要是再让她知道韩阿姨就在老年大学，而且还跟你有过很多交集，甚至一起去韩国交流过，那你的好日子可就要到头了。